在交替，每天是崭新的自己。风雨的洗礼，我微笑着继续前进。一张开双臂，就能拥抱天地。就算铜墙铁壁，也抵挡不住前行。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，梦想绝不放弃。不相信命运，相信快乐，想被自己决定。跟着我一起，时时刻刻都卯足了全力。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。跟着我一起，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。漫长的黑夜是为原谅更绚烂的黎明。跟着我一起，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。有天回头看，都是温暖的回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解释啊？你今天晚上的整个安排哦，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你至少通知我一声了。对不起，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明知道我跟佩佩是没有可能的，你制造什么机会给我们？我只想让他过一个开心的生日。那我问你，你开心吗？只要他开心，我就开心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能确保他永远都那么开心吗？你今天给了他一个假象，给了他一个希望。如果有一天他发觉到这个希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，他会比今天来得更加的伤心，更加的失望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真相告诉他。如果你不能说，没关系，我说，文仲，我会亲自告诉他的。对不起，令你难做。大哥，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来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如果你是真的那么喜欢佩佩，你应该努力的让她知道，你有这个能力让她有幸福。早点睡吧。喂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出来陪我跟你妈做晨运呢？你不是说武装部队的职业长要你去帮忙吗？职业长下午才开始，我待会过去。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哦，什么事儿啊，能让你从昨天晚上开心到现在呀？就算心情好出来做晨运，也不需要戴一个较名贵的手表啊！你看。当然要带了，这份礼物很重要的，我要时时刻刻都把它带在身上。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人送的了。让我猜猜看，是文忠送的。文忠？怎么会是他？你不是跟我说他拒绝过你吗？可能我的坚持终于打动他了吧。昨晚啊，他花了很多心思帮我庆祝生日，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生日。那你是说我跟你妈这20多年来为你庆祝的生日一点都不难忘了？当然不是啦，只不过意义有点不一样。那你是说她在你心目中的意义比我们2个都重啊？好。怕喂，妈，别取笑我啦！哎呀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替我开心吗？不是不替你开心，我是替文静可惜。他这个人呐，样样都好，真的是很可惜。妈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啊，要怪就怪我们相遇得太迟。如果我先遇到的人是他而不是文忠，可能结局会不一样吧。不过既然现在我和文忠有个美好的开始，我相信文静会祝福我的。他那么喜欢你，当然会祝福你啦。我一眼啊就可以看得出，他是那种只要你幸福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的那种人。在以前呢就叫做伟大，在现在呢就叫做笨蛋。爸，你对妈那么好，那你也是笨蛋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最重要就是你开心才行。
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啊。多一点关于交军部的详情，请问可以哪里询问呢？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查询，就在这里。我希望你很快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事，我相信这份工作会带给你很大的满足感，就像我一样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哎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把这份文件复印10份，还有关于昨天的会议，我们讨论到。我也想当军人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在这里附近看到这里有活动，所以就过来看一看。好忙吗？还好。防疫好像不错啊。是非常好。那有时间吃饭吗？没问题。我跟我同事说一声。好。你怎么好像一整天都没喝水似的？刚才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喝水啊？对吧？谢谢。不过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啊。能够顺利举办一个那么成功的活动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，当然会开心啦。了解。当然我开心，还有多一个原因，你看，是文中送的。我觉得我们2个真的心有灵犀。这只手表是我一直想要买的，想不到他会把手表送给我当生日礼物。原本只是想要和他吃一顿生日晚餐，没想到他居然会给我一个那么大的惊喜。佩佩，其实文州生日那天，我会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你说好不好？谢谢。好啊。对不起啊，刚才你要说什么？也没什么。我只想问你，那天晚上食物好不好吃？谢谢。还不错啊，不过食物不是重点。对了，这是你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接受我迟到的生日祝福。谢谢你啊，可以打开来看看吗？我的 Lucky Star， 你怎么找到的？说的真巧，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拍卖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我猜可能有人捡到，所以放在网上拍卖吧。谢谢你啊！连续来了2个惊喜，今年的生日真的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了。嗨，Ranger，你好吗？还不错，你呢？最近特别开心，因为生活中多了很多惊喜，而且有梦想成真的感觉。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如果一个喜欢你的人对你说谎欺骗你，你会生气吗？当然会生气啊！要是他真的喜欢我，就不应该骗我。或许他的欺骗是善意的，他只不过想让你开心呢。我不同意，就算是善意的谎言，也是一种欺骗。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一定会非常生气。难得一个礼拜回来一次，你居然要我吃打包的东西。有的吃啊，你还嫌东嫌西，脚放下来。当兵啊，很辛苦的，需要补充很多体力。
我又不是给你吃咸鱼豆芽。爸，小姐，文晶呢？去跑步了，他说回来才吃。那你们先吃吧。谢爸。吃。哎，爸，吃饭。哎，你不吃啊？我去冲凉，我要出去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去跳舞。跳什么舞啊？他应该是跟那个小他20岁的女人跑腿。老爸几岁的女朋友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还小他20岁啊！哇，这个老爸很 level 哦。是谁这么没眼光，看上了老爸？时机成熟时，老爸自然会告诉我们的。来了，怎么不进来啊？我怕打扰你们。打扰什么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他是我大哥 Alex。大哥啊，他就是彭举。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其实明珠常在我面前提起你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喜欢你了，因为你就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男人。你怎么了？难道你有什么事是不能让我知道的？不是啊。那你说说看，也许我还帮得上忙。我爸1个月前第2度中风，进了医院，医生说他情况很严重。你放心吧，现在医学那么发达，你爸爸不会有事的。我大哥他今天去了医院一趟，医生说我爸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需要立刻动手术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就照医生吩咐去做啊！之前我妈生病的时候，已经花了一大笔的医药费，我和我大哥的储蓄都差不多花光了。现在我爸又这个样子，我真的拿不出钱来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。我妈她已经不在了，我不希望我爸也有事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宝哥哥，我真的很怕，我很怕我爸会离开我们呢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爸有事的啊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只要老爸开心，他跟谁在一起呢，我都无所谓。我没有办法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这个 Miss Lau 跟老爸在一起是有目的的。你以为你在看连续剧啊？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，嫁进个老头子是为了他的财产，骗光了他的钱就把他抛弃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问题是老爸没有财产啊。可是老爸银行有储蓄啊。再说过了3年，他会有一大笔的退休金啊。其实文蔚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毕竟老爸跟 Miss Lau 的年龄有一大段差距，Miss Lau 一定很多选择，为什么要选老爸？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啊，当中有真爱的可能性啊，或者 Miss Lau 真的喜欢老爸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老爸跟 Miss Lau 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。干嘛？这个任务当然是交给你嘛。干嘛又是我？你是老大，排在最前线，当然是你的。这跟当冲锋队有爸，我累了，我回房休息。进来。爸，你找我？要吃水果吗？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好。爸，你是不是跟 Miss Lau 拍拖？是雅妹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我今天到公园跑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。难怪刚才你们几个古古怪怪的，就为了这件事。
你们这几个对我跟 Miss Lau 在一起有什么意见？我有意见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根本不适合，而且我觉得他要跟你在一起是有目的的。你们两个不管在年龄上或者在外表上有很大的差距，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你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老爸我的条件很差？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喜欢一个人是不必在乎任何外在的条件。爸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你还相信这些啊？你说我是老糊涂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 Miss Lau 在利用你。我相信明珠是不会骗我的，就算我给她骗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你看你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听不进去，你还说你没有被骗。爸，回来。爸，我们只是关心你而已。我已经在藏约区放了一颗炸弹，要是你们再不释放你们判了死刑的吴强，那将会有很多人跟着陪葬。真不懂我老爸是怎么想的，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么有魅力，可以吸引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。我是担心他被人家骗，他却认为我不尊重他。你说我这么做有错吗？陈毅，有听我说话吗？你说你爸爸跟 Miss Lau 的事吗？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啊？觉得你应该什么都不要做。啊？为什么？照你所讲的，你爸爸已经喜欢上 Miss Lau，那不管你现在讲什么，你爸爸也不会听的。那也不如静观其变。可是我还是担心他会……那，听我说，每一个人都有做选择的权利，不管他是成功或者失败，始终还是自己的选择。身为旁观者，不需要去担心太多，啊。哎呀，我还是觉得那个今天上有。午，警方接获一通匿名电话，声称在商业区内放置了一枚炸弹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搜寻，警方寻获了一个可疑的行李袋。经查证之后，证实行李袋内的只是空包弹。这起案子相信与上个月8号在中央人力局外被放置化学炸弹的案子有关。警方怀疑该案者是为了威胁有关当局释放国际贩毒分子吴强。我去便利店买咳嗽糖。哦，好。Hello。哎呀，出车祸啦！是他自己冲出来的。很像是那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啊，真可怜，他好像只是在他那里等人而已啊。张毅，你冲出来了，不关我的事。放手啊！他是我的朋友啊！我喜欢他。放开我！不要拉住我！放开我！小姐，回来！看车祸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张毅，小姐，红卫。
知道你刚才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吗？你是不是常常这样为别人牺牲的？文蔚，你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呢？值得。吓死！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没事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一定跟陈毅有关。你就好了，这么开心，不像老爸，最近心情不是很好。他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你那天说的那番话。我是为他着想，才会反对他跟 Miss Lau 在一起的。如果老爸跟你反对他一样，反对你跟陈毅在一起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坚持到底，不会妥协。如果他坚持跟 Miss Lau 在一起，也不妥协呢？给 Miss Lau 一个机会，或许 Miss Lau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坏。我不懂怎么解释，可是我的直觉真的告诉我 ，Miss Lau 接近老爸是有目的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反对他们在一起，可能根本不是 Miss Lau 的问题，而是你自己不能接受爸没有跟阿姨在一起。自从妈死后，爸就一个人一手把我们带大。爸曾经告诉我，他可以帮我们找一个后母的。不过，他担心我们被虐待，所以一直没有再娶。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让爸寻找他的幸福呢？其实，你不用接受Miss Lau的，只是在爸的面前，别反对他们。这给你的。这是你爸爸不是要动手术吗？要是你拒绝了，就表示你拒绝让我成为你家里的一份子。宝哥哥，你这样根本就是逼我一定要接受嘛。谢谢你。我们之间还需要那么客气吗？明珠啊，什么时候带我回去见见你家人？我本来就有打算要带你见我爸爸的，可是我想到现在的情况不是时候，所以我想等我爸爸动完手术以后，才正式带你去见他。那也好，既然这样，不如你先去见见我家人吧。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先不要让女孩子知道的吗？问题是他们已经知道了。哦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们都会支持我的决定的。真的？进来。爸，你的信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把妈的手镯拿出来啊？这手镯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是传给未来大媳妇的，
现在我想先跟你借用一下，等以后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再把它传给你老婆。你借手镯来干嘛？我想用这个手镯向明珠求婚。爸，你不觉得太快了吗？我知道是有点快，不过我不想有什么遗憾。你怎么这么说？最近有个和我年纪一样大的朋友，上星期中风进了医院。因为这件事情的确让我有个想法，我不想发生事情之后后悔有些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。还有啊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是应该找个伴，好好过我的退休生活。我明白，你要向米斯劳求婚，是因为你不想你生命中有所遗憾。爸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只不过到我家吃顿饭，用不着给他们每个人都买礼物，太破费了。怎么会破费呢？只不过是那么一点小小心意而已。况且他们都是你儿女啊，你应该不会要我给他们留下不好印象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这个人那么善解人意，不管是谁都会喜欢你。怎么你这个军人也学人家甜言蜜语啦？我是实话实说的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是最诚实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身上文蔚的还没买。你不是说过文蔚喜欢收集小猪的小事物吗？是啊。那里好像有一家精品店，他们卖很多很特别、很精致的小事物，可能有文蔚喜欢的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哎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是啊，这么巧。来买东西啊？你也是啊？我们也是。我们赶时间，改次再谈吧哈。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终于完成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用说谢谢，请我吃饭就可以了。算算看，我好像欠你很多餐了。你现在才知道。好了，口袋又要破一个大洞了。不要跟你说废话了。再说不用回家了。哎，要不要拆开？这样得是费会比较便宜。不用了，我看你还是先走吧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。好了，不要太晚了，你明天早上还要回营受训呢。知道了，你越来越像我妈了。哎呀，拜。还有谁不要找回公司呢？皮卡丘，喂，皮卡丘，醒醒啊！喂，起来啊！你不是说今天要回营受训的吗？干嘛还在这里啊？喂，糟糕！Right name, Sergeant Su Jianwing. Okay, alright, thanks. 英姐 ，Sergeant, where are you going? 啊，怎么又是他？英姐，这么巧？原来是你啊！你就是上次没有带副配的那个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这么迟才来报道，你手表坏了？没有。那达不到的事？不是，
那为什么迟到？不小心睡过头。睡过头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，迟到就是迟到。为什么你居线那么脏？照在那边下大雨，不小心弄脏。头发太长了，等下我去剪。为什么没有剃胡子？等下我去剃。我给你半个小时，剪短你头发，剃掉你胡子，然后去见你的 ISM。Understand？ Yes, Inji. Go。不晓得。哎，你干嘛？哦，丢椅子。可是这2张椅子还这么新，干嘛要丢啊？不知道啊，Tom刚刚买2张新的，所以叫我把这2张丢了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可以把它们让给我吗 ？OK。谢谢你啊。没问题。你要拿回家？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可以走了吗？哎呀，死了！我忘了通知你，叫你不要来接我，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。别了，诚意啊。没关系，谈恋爱比较重要啊。就知道你不会生气。小诺，你打算怎么搬回去啊？搭巴士啊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很多人的。哎，叫我大哥送你了。你大哥？啊，对不起，忘了介绍，这是我大哥文金，这是我同事小诺。嗨，你好。他搬这些椅子不方便，送他回去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哎呀，反正他没事做了啊，帮他拿。我帮你吧。太谢谢你了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小心！小诺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这个让我拿回去行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真的不要我送。表姐，喂，哇，你哪里弄来2张椅子啊？从公司拿回来的，没有人要，我就拿回来了。喂，不是吧？这张都坏了耶！你要拿回来干嘛？修好了不就可以用了吗？我真的是受不了你哎！你真的是节俭的吓死人了。节俭是美德吗？是，希望你这个美德呢，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个好老公。喂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觉得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你呀，真的应该尝试接受其他人哦。况且我的表妹又不是没人追，你呀，真的应该给那些追求者呢一些机会哦。接电话。喂，我知道，再给我多几天时间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表姐，谁打来了？我朋友啊，约我看电影，我赶时间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了。Hello。嗨。怎样？有没有把小诺安全的送回家？没有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发生了一点小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外啊？别担心，他人没事，只是椅子有事。回家路上他椅子摔坏了。哎呦，那这椅子对小诺来讲很重要的。我也不想的，有些意外是无法避免的。小诺因为经济上有问题，所以他家里除了床还有衣橱，没有别的家具。他好不容易才多了2张椅子，现在只剩下1张。不是这么惨吧？你以为每个人像我们这么幸福啊？你们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Ben 啊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死是活，
不关你们的事。Daddy，Daddy，Ben，不要叫我，我已经不是你爹地了。Daddy。听说他进了医院，所以和小杰从马来西亚回来看他。没想到，我看他是心情不好吧？他不是心情不好，他是自卑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是因为不想连累我和小杰，所以他才把我们逼走的。我以为过一段时间他会想开，没想到他还是这样。他也是因为爱你才会这么做的。这也叫爱吗？爱一个人，难道就是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，拒对方于千里之外吗？我们承诺过的我都还记得，怎么他都忘了？今天傍晚，我会带着小杰回马来西亚，以后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Ben就麻烦你和皮卡索了。你真的打算这样放弃，不再争取了？他都已经放弃了，再努力还有什么用？请你帮我告诉他，从来没有后悔嫁给他。就算于谦知道他会遇到意外，变成残废，还是选择嫁给他。姐姐说拜拜。喂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老婆要我告诉你，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嫁给你。就算预先让她知道你会发生意外变成残废，她一样会嫁给你的。我知道你失去了很多，不过如果你不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，你将会失去更多。爱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爱情应该是一起面对问题，一起度过难关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从你老婆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是她的一生。你醒醒吧！ 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Welcome to NS in-camp training. In a moment, you'll witness the platoon capturing of a beach strip. If I may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beach where the platoon is approaching. Tom， 没想到你会来啊！我来啊，是看你是不是找借口回营受训。实际上呢，是逃避工作，躲在这里偷懒。那看了我们的训练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看了你们的训练呢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啊！虽然是战备军人，可是你们的训练一点也不会输给正规军人。当然了，每次我们回来训练的时候都很认真的。以前我还以为回营受训啊，只不过做些体能或简单的训练罢了。 你以前也服役过啊，怎么会这么讲？我健康有问题，降级了，所以从来没回营受训过。这次啊，看了你们的训练，觉得很认真，很有规模。这未尝不是人生的一个很好体验。那这次算是给你开了眼界。以后呢，我会支持我的员工回来接受训练的。本来就应该嘛。Hello, Dylan. Why? Sir is missing.
Delia, you're supposed to look after Sir. Now you want to tell me you don't know where he is? I do not know, sir. I do not know. How can you not know, Delia? 哎，Picasso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应该在兵营里受训的吗？你用打电话给我说 Ben 不见了。Delia, think properly. How can a wheelchair go on? 是我带他出去的。你带 Ben 出去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他吗？你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不能相信的。算了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了。哎，你可以听我解释嘛。根本不用解释。你现在告诉我 Ben 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你不要骂文伟了。干爹！小姐，你们没事了？我相信我们家以后不会再有事啦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再问我问题啊？那麻烦你注意你的态度，不懂什么叫做礼貌啊？还有连称呼都没有称呼一下，就要我回答你的问题，你想都别想。宝文蔚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来看 Ben 的时候，看到 Ben 把美芬的小姐给骂走，看了生气就骂他一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被我骂醒。可是过后，他要我带他去找他们母子回来。他们在哪里？美芬，小杰 ，Daddy， 小杰，小杰。美芬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大笨蛋，我是个大傻瓜，我怎么会想到要放弃一个这么好的老婆？我真的是笨蛋中的笨蛋啊！我Ben花这个大笨蛋仅此宣誓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补偿曾经让美芬所受过的委屈，不管贫穷富贵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不会让她离开我。我会一生一世都守候在她身边。美芬，你再嫁给我一次好吗？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可能他们两夫妻这辈子都不会复合的。你笑我干嘛？如果不是他们还深爱着彼此，不管我做什么也没用。还有，对不起。我刚才没把事情搞清楚，就骂人一顿，的确是我的错，道歉是应该的。还好你骂的人是我，如果你乱骂的是黑社会老大，早就被人家砍死了。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我只是说你骗我，我只是觉得还有一个职业蛮适合你。哦，你说我很适合当老师啊？如果我真的当老师，你以后的孩子惨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他送到你教的学校。好，有些事情很难说的。哎，以后你要在你脸上常常挂笑容。什么？有些事情不是开始变好了吗？大雨过后是晴天。我相信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会过得很好。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嗯。太紧张，爱就会让人疯狂，轰轰烈烈一场，好过将来遗憾。难过分分合合，
还有那些冷和暖，有时候爱得太深，分开就更难。其实我也不想绑住你们的翅膀，经历过这些阶段，不想绕弯。其实我们该静下心听。